你好，我是节目主持人郑小超，你现在收看的是《天下文章》节目，内容来自网络上流行的热门文章。我现在为大家播报的这篇文章来自美国之音，作者邓玉文。玉文世界，北京重磅外交文件的用意及其阴阳两面。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1周年前夕，中国外交部先后发布了全球安全倡议概念文件和关于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中国立场。以下简称概念文件和立场文件两份重磅外交文件。说它们重磅，是因为中国外交当局如此郑重其事地几乎在同一时间就国际秩序和安全问题以及涉及他国的国际热点事件发布两个文件，宣示立场和态度，还是第一次。尤其考虑这个时间点选择的微妙，显然北京不是临时起意，而是对此酝酿准备了有段时日。2022年4月，习近平在博鳌亚洲论坛年会首提全球安全倡议。早前的2021年9月，他在第76届联大一般性辩论上还提了全球发展倡议。此后，外交当局凡涉国际和平与发展问题，必端此两倡议，把它们作为中国外交新的圣经。外长秦刚日前在中国外交部兰汀论坛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中就直言，概念文件是破解全球安全困境的中国方案。两文件所表述的理念、原则和主张几乎相同，不过，鉴于乌克兰危机是当下关注的重大国际事件，立场文件比概念文件得到的国际反响更多一些。有官方外交学者认为，这个文件真正是从客观中立的角度，对化解乌克兰危机提出了一个理性、均衡、没有私利的方案。北京在俄乌间试图制造不偏不倚的平衡印象。兼顾平衡，不在俄乌之间拉偏架，看起来的确是北京要在立场文件中表达的一个意图。虽然北京之前始终强调中国在政治、外交、军事上对俄乌冲突保持中立，劝和促谈，但国际社会特别是美欧认为北京偏袒莫斯科。此次他发布这个文件，是要以正视听，以文件形式阐述中国在俄乌问题上的立场、态度和主张，对俄乌双方的诉求既有呼应，又有告诫。比如第一条尊重各国主权，实际含有安抚乌克兰、批评俄罗斯之意；第8条核武器用不得，核战争打不得，也是在劝诫莫斯科不要动用核武；第7条维护核电站安全，则由于目前扎波罗热的核电厂处于俄罗斯军队的实际控制下，是在劝告基辅不要攻击它。北京在俄乌间试图给世人制造不偏不倚的印象，然而对待西方特别是美国，可是毫不客气，全力开火。立场文件尽管未提美名字，却处处针对美国，整个12条用中国网民的话说，是要显示美国乃破坏乌克兰和平的大坏蛋。比如第1条有暗批美国不尊重世界各国主权的含义，第2条摒弃冷战思维，更是批美抱着冷战思维和心态不放。3、4两条停火止战启动和谈，意思是美国才是乌克兰和平的最大障碍。第10条停止单边制裁，第11条确保产业链供应稳定，也都明确指向美国。北京所以要在阐述中国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12点主张中夹带私货，猛批美国。套用前述官方外交学者的话，是因为美国想把中国拉到这场危机中去，一直妖魔化中国的立场，试图将发生在欧洲的这场冲突所强化了的联盟架构，快速移植到亚太地区，针对中国展开一系列战略绞杀。例如，美国务卿布林肯、中情局长伯恩斯等日前不断宣称，中国正考虑向俄罗斯提供包括武器弹药的致命性支持。北京则要在这份立场文件中戳穿美国一连串假面具，让国际社会看清谁才是乌克兰危机的拱火者。暗批美国反守为攻，争夺全球安全秩序主导权。从这个角度说，北京选在俄乌战争1周年时机发布这份文件，不但是对美欧过去指责中国的一种正本清源，即向国际社会准确地传递中国对这场危机的基本立场和化解方案，也是反守为攻。他对美国的批判含有以下企图：国际社会要想化解乌克兰危机以及全球安全困境，就需新的观念和行动蓝图，而中国通过立场文件指出乌克兰危机的原因、化解方案以及未来出路，传递俄乌冲突不能继续恶化下去的信号，不像美国准备将俄乌冲突推到一个更危险境地，中国才是国际安全的负责任者，而美国是他常常指责别人的那个破坏者。换言之，北京不但要利用俄乌战争1周年的机会，提出一个政治解决乌克兰问题的方案，为此准备加大劝和促谈的介入力度，而且他试图号召全球反美和以美的国家
带领他们构建一个新的全球安全秩序，以破解当下的全球安全困境。这就是概念文件出笼的动因。该文件列出20项重点合作方向，虽然强调要发挥联合国作用，但它所借重的合作平台和机制，如上合组织、金砖合作、亚信、中国加中亚5国、东亚合作相关机制，以及中非和平安全论坛、中东安全论坛、北京香山论坛、全球公共安全合作论坛连云港等，都是试图削弱美国和西方的领导力，因为这些合作平台和机制是中国能够主导或者和中方有密切联系的。美国主导的平台和机制在这份文件中一个都未列出。北京这样做的用心非常明显，打出维护世界和平旗号，争取反美以美国家的支持，以及西方内部对中国立场和行动方案的理解，以削弱美国在全球和平与安全议题上的影响力和主导作用，争夺国际话语权。北京抛出这2份外交文件，再加上稍前发布的《美国的霸权、霸道、霸凌及其危害》报告，可以明显看出，在和美国及西方的外交竞技中，他不甘处于守势，转而采取进取的外交攻势。这很可能将是中国下一阶段的外交常态。而外交攻势要达效果，首先要解决的就是眼下的乌克兰危机。前面提到，在立场文件中，北京系统重申了对俄乌冲突的中立立场，但实则偏向俄罗斯。除了有习近平个人作为独裁者的好恶，对普京专制政权天然有好感外，主要是由中国的地缘政治困境决定的。在北京看来，美国在打败俄罗斯后，接下来就要回头带着众盟友收拾中国，所以在战略上，中国不得不站在俄罗斯一边。北京也乐见俄罗斯的国力被削弱。尽管如此，北京也并非不乐见俄罗斯在战争中被削弱。去年俄乌战争爆发不久，我即提出北京对俄的真实态度，一方面希望俄罗斯的实力在这场战争中被削弱后变成中国的一个小老弟，以后中俄关系由中方主导，俄方只是跟别，改变过去长期俄主中从的局面；另一方面通过俄乌战争拖住美国，让美国无法分心围堵中国或者延缓、减弱对中国的遏制力度。北京这个真实的立场至今未变。不过，也要指出，北京虽然希望俄罗斯的国力在战争中被削弱，但不愿看到它被拖垮，否则中国就要独自面对美西方的压力。故北京除了因为担忧西方的制裁不会直接援俄武器外，会在经济和贸易以及一切必要的场合全力助俄，同后者坚定地站在一起，以让俄能够支撑起一场长期作战。王毅的莫斯科之行带有此番使命。可以说，北京认为这场战争打得越久，对中国越有利。此乃北京的阴阳两面，它让国际社会看到的只是它在2份文件中宣示的和平和谈的立场极阳的一面，阴的一面被隐藏在动听的外交话语背后。以上是今天天下文章节目。天下文章来自网络流行文章，我们尽可能注明来源，如有遗漏，请在节目区留言告知。谢谢大家收看。如有任何人不同意播报你的作品，亦请告知。我是郑小超，谢谢观看。